So today we are gonna have a chat with my dad at a park near their place. I'll be asking him questions that you guys raised about food or history or culture before. And to make our lives easier, I'm gonna d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in YouTube. So remember to click that CC button so that you can see the English subtitles. 好啊，咁啊嚟咯喎，咁傾下市場先啦。咁即係咁多年嚟咧，市場嘅即係賣嘅嘢啦，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咁而家即係咁多年嚟品種越嚟越豐富啦。咁但係好多人咧，佢係唔知以前嘅市場係點樣嘅。咁不如講下你見到嘅市場嘅賣菜嘅品種啊、種類啊，同埋即係整個市場嘅規模啊嘅變化咯。不如從你60年代有冇記憶啊？有。咁啊，從60年代講起啦，市場咩款嘅，有咩賣啊咁樣。嗱，60年代咧，市場就冇乜市場嘅嗰時候，冇一種好似專門起一間嘢做市場咁冇嘅以前。某條街、某條巷喺個巷口，咁四處啲鄉村啲人揾單車擔擔，咁運啲菜嚟，咁大家咁上下時間賣菜嘅又到，買菜嘅又去買啦。咁呢個就係60年代嘅開始。我細個嗰時都已經見到無數啲咁嘅情形㗎啦。咁隨住啲季節變化咧，嗰啲菜式咧就不斷地不同咧，都係時菜。嗰陣時基本都係就不時不出，即係啱啱收割啦，咁就嚟㗎啦。好似秋天開始，咁就西洋菜上市啦。越到冬天，西洋菜越多啦。春天開始，咁大概4、5月，即係4月度開始咧，咁就蕹菜又上市啦。咁秋天就荷蘭豆上市啦，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好多種都係咁嘅樣。到70年代都仲係咁上下。80年代咧就唔同啦，因為咧城市人口不斷地膨脹，不斷地人多，咁城市人口一多咗以後咧，就開始城市又開始進行管理啦，咁起市場啦。咁起市場咧就嗰啲四鄉嚟嘅就專門集中喺嗰個同一個市場裏邊，咁喺度設攤賣嘢啦。咁呢個就係一個變化。咁到現在咧，啲市場就越起越大，攤檔就越嚟越大，市場就起得越嚟越豪華啦。咁再加上近年來咧，有一種叫做生活超市啦。咁好多啲貨品啊、啲蔬菜啊、肉類啊、肉食啊等等咧，就不斷地進入咗超市，反而市場嘅人流量開始下降，超市嘅人咧就會越嚟越多。有一種咁樣嘅變化。但係我覺得超市啲嘢唔係好新鮮嘅喎，即係唔夠市場啲嘢新鮮。相對嚟講，超市嘅時間，即係從採集啊、屠宰到喺超市出現咧，就肯定唔夠喺市場咁快。起碼最快嗰都要遲幾個鐘頭，遲3、4個鐘頭有，遲4、5個鐘頭有。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去超市買菜，同樣都好似市場咁，都係上午去買。咁上午去買咧，咁就都叫做盡量新鮮啦。咁但係一個好處就係點咧？超市入邊咧就有冷藏，即係有冷櫃。咁去超市嗰度買咧，佢因為有冷櫃，相對嚟講都仲能夠保鮮，尤其是喺夏天。咁市場咧就唔同啦，市場咧就好似冇保鮮嘅，即係冇冷藏嘅市場。一運到嚟，你趁早買翻去處理咁就得啦。如果係到下午咧，啲肉類咧有可能就比較冇咁新鮮啦。呢個就係市場嘅問題。咁係咁噶啦。等我同佢講聲啊，稍微停一停。Sorry, just 1 second. Can I just hear the levels? 阿婆，喂，阿婆，係，我哋喺度拍緊啲戲，唔該少細聲啲好唔好？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係新年好啊，新年好，係。咁繼續講翻咁種類上有咩變化咧？嗱，60年代嗰時咧就即係時菜啦，你話除咗蔬菜係時菜以外，但係咧啲肉食就好少嘅，比如豬啊、牛啊、羊啊嗰啲都好即係好貧乏，好少供應。因為嗰陣時經濟又都好落後啲人即係啲工資又低係嘛，所以生活水平都好低。80年代咧就開始有好轉啦，時不時又多啲，時不時又多啲，咁啊到80年代、90年代進入到21世紀嘅時候咧，咁就供應就好充裕啦。咁以前要憑票買嘅係咪？以前憑票買，即係定量。定量。60年代後期，整個70年代冇咗豬肉票，你都唔使指意食豬肉，豬毛都冇得食。咁你啲票喺邊度攞㗎？嗰啲票咪當時有啲居委會，城市裏邊嘅居委會，農村咧就生產隊供應。不過農村以前係冇唔使票嘅，佢哋自己養豬、自己養雞、自己食。但係咧又要睇啲農村啦，有啲農村比較富裕嗰啲咧，就養得多啲。魚啊都養得多啲，咁啊所以生活就好啲。城市就主要靠票啦，咁啊嗰陣時咧就乜嘢都要憑票，買粒豆豉都要憑票。咁市場上邊嘅即係可以買到嘅食材啦，咁以前就基本上都係廣東嘢嘅啫。偶然間會有啲外省嘢。但相對好少啦。但係有咩外省嘢？比如曾經喺廣東市場咧，就好似唔知湖南蛋咧，係湖南供應嘅蛋，因為廣東啲蛋又唔夠多，咪湖南供應嗰啲蛋又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有啲湖南嘅雞，咁啊基本上都係廣東嘅物產供應翻廣東嘅市場。咁幾時開始有外國嘢賣啊？21世紀嘅事咯，21世紀2010年咧，應該係21世紀頭10年都唔係咁多，但係開始有啦，但係就好珍貴，都係嗰啲富豪們啊，好似有錢佬啊先至去買得嚟食，普通人咧好偶然嚟試一試。但係咧2010年以後咧，就進口嘅貨品就越嚟越多啦。咁啊，進口貨品越嚟越多咧，咁就普通人都試下，咁就好多人即係整個社會經濟亦都上去啦。咁啊，好多啲普通人嘅收入亦都高咗，咁就可以食好多進口嘢啦。我有啲熟人啊，好似即係啲朋友又好，熟人又好啦，好多都有啲都成日買啲咁嘅澳洲牛肉啊，翻嚟中意食啊，好似肥棒咁啊，中意食嗰啲咁嘅。又去買啲咁嘅咩啊？買啲南美嗰啲咁嘅蝦啊！都唔知係秘魯啊，定係都唔知邊度就厄瓜多爾啊！買啲有時去買啲咩挪威三文魚啊，咁即係好多時都有啲咁嘅嘢啦。而且佢哋都唔係話過年過節，而且係平時就會食係想食咁就去買啦。咁你有冇比較中意嘅外國食材咧？都有嘅，食過幾次有啲咁嘅澳洲啲牛肉係嘛咁咧嗰啲牛肉幾靚，係的確又幾好食嘅。但係咧食多咗就冇乜興趣啦。即係都差唔多。都係差唔多，因為中國啲牛肉其實咧，中國啲牛肉咁，以前啲菜牛咧就成日就賣啲打水牛肉，咁啊打水牛肉就唔好食嘅，邊就食咬都咬唔入。咁而家咧就好似又好啲因為啲牛肉都幾靚，都幾靚嚇，嗰啲黃牛肉都可以炒得下，咁啊時不時亦都買啲黃牛肉翻嚟炒下嚟食，就咁。因為仲有廣東呢邊就比較少食牛咯，嗰啲牛就冇咁靚咯。廣東呢邊咧就食牛雜多，食牛肉少，就係。咁除咗除咗食材啦，咁你有冇咩外國菜係中意㗎？即係平時食咗咁多，有咩比較中意食㗎？外國菜都
一食得少。東南亞菜都算嘅喎。東南亞菜都算咧，咁就咁啦。東南亞咧，咖喱蝦都唔錯嘅。咖喱蝦。咁啊，泰國嘅冬陰功如果唔辣咧，都幾好食嘅。辣就唔好食啦。肉骨茶咧？肉骨茶唔錯，都時不時自己都整下。尤其是係用排骨、豬腸、排骨、豬腸、豬手咁啊煲肉骨茶，幾好味道，幾好味道。咁就即係，但係西餐就冇乜話特別中意食。西餐就冇乜特別中意啦。曾經整嗰啲沙律咧，我自己覺得一般般啦。都唔夠我啲廣東炒青菜好味，炒芥蘭靚。咁麵包咧，即係我整嗰種麵包，同埋平時買嗰啲，你中意邊種多？咁喺現在咧就咁樣擠入個嘴嗰度嗰種個樽啊，係。平時街上嗰啲買嗰啲麵包咧，就唔係咁好食，因為咧佢太鬆泡啦。麵粉用得少，膨化劑用得多，發得夠大口感又唔好。有啲口感好嗰啲又貴過頭。其實都唔算好口感，因為你整嗰啲咧，反而有好多啲即係嗰種麵包嘅原汁原味，尤其是係照下能夠照到嗰啲麵粉即係麵小麥嘅味道，嗰種麵包仲好食。同埋咧就一個就法國麵包法棍。法棍咧，如果有啲靚嘅湯咁啊，冚住啲法棍嚟食，都幾過癮。咁不過你成日早餐成日食多士嘅喎。時不時咧，多士食得多咧有熱氣。都係唔好，都係將啲麵包叮熱佢，搽啲蜜糖上去食。有時搽啲果醬上去食，咁啊沖杯咖啡，咁就 OK 啦。好，好睇下下一個仲有咩問題咧？細個嗰時最中意食嘅零食或者小食。細個最中意食嘅零食啊？或者街頭小食啦，或者即係啲嘢食啦，即係都唔好話講係零食。因為咧，我細個嗰時就好少食零食，所以冇乜記憶。咁小食咧？細個嗰時咧，亦係經濟好貧乏嘅時候，亦都冇乜零食，冇乜小食。上到青年時代嗰陣時，亦都係除咗三餐以外，都冇乜其他嘢。相對咧比較中意食嘅咧，就全中國即係廣東或者廣州傳統嘅雲吞麵啦，牛雜咧，呢啲都比較中意食。咁生炒糯米飯咧？你以前話廣州嗰檔㗎。廣州嗰檔生炒糯米飯就冇咗咯。冇咗好多年咯。咁你以前話好中意食嗰個生炒糯米飯嘅，即係嗰個算唔算啊？即係以前。生炒糯米飯咧就唔係零食啦，屬於食品啊，即係話作為食飯咁樣食㗎啦。即係都係一餐嘅。都幾中意食嘅，生炒糯米飯唔錯嘅，幾靚嘅。嗰間嘢20幾年前都唔見咗啦。好，即係冇乜零食食嘅，其實冇乜零食食嘅，以前即係咁嘅年紀嘅人咧，年青嘅細個嗰時都好少食到零食，因為嗰陣時中國的確亦都好窮。咁有冇咩你以前係中意食嘅一啲菜啊，或者菜式啊，或者嘢食咁樣？即係以前又比較多啲，但係依家反而少見咗。但係你又即係希望會多翻啲咁樣。即係呢樣嘢咧，就咁樣講，好多粵菜咧我都好中意食，但係現在嘅粵菜同30-40年前嘅同一味粵菜，現在嘅味道都唔夠以前咁好食。比如講草菇，我以前好中意食草菇滾湯真係一流。咁而家啲草菇咧就唔得嘅，冇鮮味。以前咧好似草菇滾瘦肉湯咁，哇，嗰啖湯就好鮮甜。而家咧嗰啲豬肉本身亦都係用飼料養大嘅，
啲草菇我都唔知佢用乜嘢發嘅，個草菇個形就一樣啦，冇錯啦，同40年前嘅一模一樣，但係咧就冇晒鮮味，淨係得個草菇嘅形。咁如果有以前嘅嗰啲咁嘅食材啊，整出嚟嘅嘢咧，其實而家就靚好多嘅。仲有啲雞，好似白切雞，本來就好中意食嘅。咁以前我就好即係有白切雞食咧，口水都流埋㗎啦。咁最中意咧蠔油點白切雞，嗰陣時啲蠔油就真係用蠔豉嚟做，好鮮甜嘅啲蠔油。而家啲蠔油叫做有啲咁多蠔味咧，一啲都唔鮮甜啊！咁嗰啲白切雞咧，而家啲雞亦都唔靚。以前嗰啲雞咧就真係好爽滑嗰啲雞肉，好鮮味。咁而家啲雞肉可能都係飼料養嘅咯，冇乜嘢靚雞啦。所以就都係即係冇乜話菜式係特別懷念，但係以前嘅食材就食材就好值得懷念啦。而家食材，佢仲有一種，我記得以前花鱔，佢屬於黃鱔嘅一種。咁實際佢個身就唔係黃嘅，花嘅炒花鱔啊！嗰啲花鱔肉輯輯脆。而家嗰啲唔好講花鱔啦，而家啲黃鱔肉都腍嘅，炒上嚟都腍嘅。嗰啲黃鱔都唔係野生嘅，都係養嘅。以前啲黃鱔全部養嘅。我細個嗰時曾經釣過黃鱔，釣翻嚟都黃鱔，哇！一灼熟佢就咁點豉油，輯輯脆嗰啲黃鱔肉都唔知幾鮮甜。而家冇咗咯。咁你咁以前即係咁你講過，以前爺爺咁屋企就有廚師啊，咁佢就跟屋企嘅廚師都學咗幾手。咁你嘅話，你嘅廚藝係主要係喺邊度學㗎？即係你煮嘢食，即係你啲廚藝啊？我啲廚藝咧就我冇專門學過。青年嘅時候咧出嚟做嘢。咁出嚟做嘢咧，咁就喺出嚟做嘢咧，咁就識得一個人。依個咧就即係佢個年紀比我大成40歲嘅，即係佢30幾40年嘅，即係佢年紀比我大，係一個老江湖。佢食過好多靚嘢，咁成日咧嗰陣時又物質貧乏啦，咁成日描述佢所食過嘅嗰啲嘢。咁嗰陣時只有流口水、吞口水嗰份啦，唔流口水就吞口水啦，一路聽一路吞佢講啦，吞口水。咁咧，佢比如佢講過係嘛？嗰陣時雲英雞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咩叫雲英雞咁而家現代嘅人冇人識。咁佢即係講過俾我聽，咩叫雲英雞嘅？啱啱準備生蛋嘅雞乸。即係唔係雞乸啱啱準備生蛋嘅雞，嗰啲叫雲英雞佢生咗蛋就孵乸啦，唔係雲英啦，係嘛？嗰啲雞好靚嘅，尤其是喺啲山區食到呢啲咁嘅雞，因為佢啲老江湖以前做生意嘅，幾十年前應該係民國嗰時做生意嘅，所以佢走過好多地方，見過食過好多嘢。佢仲介紹過以前廣州嗰間陸羽居茶樓有一種食品叫做白果桃，但係咧而家都冇咗，絕咗種啊，絕得跡嘅依個白果桃係點整嘅？因為師傅係死咗㗎啦，係嘛？咁咧點樣整？佢個味道就係咁樣，好鮮甜而且好清口，用白果嚟做原料整嘅。咁點樣整？佢就唔知啊，佢食過。佢食過好多次，只係描述翻俾我聽。好啦，咁我就不斷咁聽埋呢咁嘅，而且咧有聽老豆講啦。細個嗰時就聽老豆講，一有啲好啲嘅食材咧，咁老豆咧就用佢嘅嗰手咁嘅嘢就整下啦，整嚟食的確又好食。咁老豆就話佢咧以前咧屋企嘅廚師買到啲靚嘢翻嚟咧，又係咁整。咁老豆食着咧，有時就走去廚房偷，即係睇下個廚師點樣做，咁偷下師咁啦，咁嗰啲廚師咧，咁梗係俾佢睇㗎，係嘛？大少爺到啦嘛，咁梗係要俾大少爺睇點整㗎嘛，咁我老豆本身就係即係長子咁嘛，大少爺咁我睇下睇埋，見埋，咁翻嚟又講俾我聽，咁聽埋，
自己嗰陣時又要煮食啦。咁要煮食咧，咁就仿照即係按照自己嘅理解，咁就係咁摸下咁啊，幾十年來咁啊積埋嗰啲就係啲咁樣嘅廚房功力啦。好，咁啊，好睇下先嚇，睇下仲有咩？你覺得細路仔應該幾多歲開始學煮飯啊？細路仔應該幾多歲學煮飯咧？我就小學3年級已經煮飯啦。小學3年級係幾多歲啊？10歲、11歲、11、2歲咧？我已咁你經煮飯啦。你覺得即係細路仔對於細路仔嚟講，即係好似依家咁啦嚇，咁應該幾多歲就應該開始要學？應該咧，俾佢唔係叫佢學，即係叫佢體驗一下煮飯。佢學咧就學唔掂嘅，而且好每一種人都唔同。咁實際咧學即係煮飯咧，呢個屬於一種叫做人生技能嚟嘅。如果你到某一個時候有米俾你，有水俾你，有柴俾你，都唔識煮飯嘅，咁啊睇下自己挺餓死嘅啫啊！咁呢種情況咧，就我覺得應該10歲到應該要識。即係識得嗰啲簡單嘅，即係叫做屬於叫謀生手段啦，或者講係生活嘅技能啦。咁啊，起碼你煮飯啊、煲水沖茶啊、摘兩碟，即係摘幾條菜翻嚟自己炒熟佢，炒得好唔好食另一回事啊。炒熟佢自己食得到啊，整兩味嗰啲咁個番茄煮蛋咁係嘛，都送得到飯啊。咁呢啲即係10歲就應該要10歲到應該開始要認識。即係實唔實踐另一回事，你起碼你都要見過，到自己遇到情況，或者到10零歲啦，幾個朋友聚埋一齊，大家去辦大食會咁啊嘛，咁你都有兩手嘢攞得出嚟啊嘛，呢啲亦都係一種生活技能。即係10歲開始，起碼要識一啲，係入下廚房咯，入下廚房咧，起碼揸下刀啊，揸下刀啊，咁你。俾隻雞蛋俾你煎咁係嘛？你都要煎到隻雞蛋黃唔好爛先得㗎，咁咪煎到一撇嘢咁係嘛？即係又要識得切下嘢啊！正式點樣絲瓜切滾刀係嘛？矮瓜切滾刀，咁你知道滾刀點切先得㗎係嘛？知道點啊叫切片，點啊叫做切絲係嘛？咁呢啲咁嘅廚房即係廚藝方面嘅啲最基礎嘅嘢係嘛？就應該10歲開始。到去大學啦，咁就應該要有一手，即係唔好講話一手咧，要識得煮兩味啊，即係可以煮得飯食啊，即係識得要咁樣啦。繼續好，咁啊，60、70年代啲人都有用味精㗎嘛？60年代咧就未曾有味精嘅，應該60年代末，即係都冇乜，都好少，市場上都唔見有味精賣。咁啊70年代咧就開始有好多啲日本味之素，即係從香港。70年代有味之素嘅。70年代開始由日本傳入嚟嘅味之素，咁啊嗰陣時咧就廣東就最早就建咗一間味精廠，雙橋味精。咁啊雙橋味精投放市場應該係70年代末期啦。咁嗰陣時咧就因為味之素咧就好難買嘅，比較難，即係好少買到。咁就雙橋味精咧，咁就已經係嚟啦，開始啦。到80年代咧，就除咗味精咧，就有啲雞精啦，就有一種雞精都有啦，雞精都開始嚟啦。就70年代末期咧，接近90年代時，雞精都投放到喺市場啦。即係80年代接近9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90年代有雞精，有味精，有雞精。就啲調味品啊，各種嘅調味品啊，有北方嘅嚟，有傳統嘅，不斷市場上都開始有啦。咁啲人都會即係味精出現，即係有翻，因為其實中國就早都有味精㗎啦。咁即係之前就冇得賣啫。咁重新有得再賣嘅時候，啲人又開始用翻㗎啦。又可以用翻啦，係啦。咁咧就嗱有一個咁嘅講法，咁我哋就覺得應該唔係，咁啊想聽下你嘅意見。咁有啲人咧就話對於味精嚟講，即係就係啲人佢中意用味精咧，就係
經過文革之後，咁就即係冇乜肉味啊。咁啊有味精咧就變咗即係可以代替啲肉味，咁啲人就中意用味精。你認唔認同呢種講法咧？呢種講法其實唔能夠咁講。喺抗戰後40年代，即係45年抗戰勝利以後咧，即係二戰以後，咁咧就味精咧就又係30年代發明噶嘛。20年。咁啊20年代啊，20年喺中國有廠。中國有廠啊。咁啊嗰陣時喺香港咧，嗰啲人咧，嗰啲廚師們，尤其是啲酒樓啊啲廚師們咧，就開始用味精啦。咁佢用味精嘅目的咧就係點咧？降低成本，因為你要同樣達到，即係要達到同樣嘅鮮，即係肉鮮美嘅程，即係肉嘅鮮味嘅呢個程度，要用好多肉。如果佢用咗味精咧，佢可以減少好多肉。咁咧好啦，香港人咧就講，即係香港人食，即係去酒樓食嘢咧，就尤其是係對於嗰啲咁嘅用味精嘅啲酒樓咧，就話啲搶喉之物，即係話食咗咧就會口乾口渴啊。咁啊，所以咧就一般嗰啲廚師就會落少少味精，就係落好少。咁啊，因為香港啲廚師咧，當時叫啲味精啊叫做大師傅。如果唔夠鮮味咧，就叫大師傅去幫手咁樣啊。咁啊，呢個大師傅咧就喺即係話喺大陸呢邊咧就比較少講，但係喺廣州都好多人，即係廣州廚界都好多人叫味精做大師傅嘅，即係都係會用嘅，都會用嘅。但係咧就唔係話以佢為主，仲係以肉食為主。咁梗係啦，咁調味嘅啫嘛。現在嘅肉類咧，即係當然係現在肉類嘅啲鮮美程度啊，比以前咧係差咗。呢個同佢個飼養係好有關係嘅。呢度因為而家肉類咁豐富，如果又好似按照傳統嘅飼養方法嘅供應量，就肯定達唔到現在咁豐富嘅，所以佢只能夠用一種即係用飼料去養殖啦。咁所以啲肉類冇咁鮮美，亦都好正常。咁其實現在周圍啲食肆好多家庭佢都用味精㗎，只不過係落少啲調味啦。咁啊，大師傅降為二師傅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對於嗰個講法，即係話文革之後啲人中意用味精係因為好耐冇食到肉，而味精食落有肉味，所以咁樣就中意用味精。即係你都唔認同嗰種講法嘅？其實我唔係好認同呢種講法。佢因為現在仲有咁嘅，除咗味精，以味精為基礎，佢有好多種調味料，好似去食肉粥，即係豬肉粥，或者叫做佢即係肉粥腸粉，就係廣東人早餐嘅必備之物嚟㗎啦嘛。佢嗰啲白粥可以落一啲調味料，調到肉粥咁嘅味嘅，入邊就得兩片肉嘅啫。咁嗰啲又係複合型調味料啦。複合型嘅，咁呢個就另一種啦。佢其實佢嘅基礎都係味精。脯氨酸鈉味精係一種叫做脯氨酸鈉嘅物質啊。谷氨酸鈉啊，係谷氨酸鈉嘅物質。咁好似啲雞精咁，佢啲雞精咧邊度有雞肉落去整落去㗎？同樣係用一種化學物質去做嘅啫嘛。仲有就情味核苷酸啊。即係類似係嗰種嘢。即係嗰幾種咯，咁就即係除咗味精，就仲要有幾種即係鮮味物質咯。鮮味物質啦，係啦，咁啊好，咁啊繼續。睇下先，最後一個問題。講下你認為嘅，即係你嘅認識中嘅珠三角啊，仲有香港啊、廣州，即係珠三角一帶啦，仲有港澳嘅粵菜之間嘅一啲細微嘅區別咯，即係譬如話肇慶地區嘅粵菜啊，同埋廣州地區啊，仲有南番順地區啊嘅，仲有五邑地區或者四邑地區嘅粵菜嘅一啲細微嘅區別咯。呢個區別咧，你話佢好大，
又唔能夠講好大，畢竟佢係粵菜。咁粵菜咧就有幾個，即係有幾個點係屬於係比較原創性嘅。一個就順德，順德咧喺珠三角裏邊嘅粵菜咧，佢就係原創嘅。俗語有云：食在廣州，隨出鳳城。咁你隨都出鳳城咯，咁你廣州嗰啲咁嘅粵菜嘅味道就基本上就係以順德嗰度為準。咁四邑海鮮宴，而家後來先叫五邑嘅啫，嗰陣時未叫五邑嘅，都係叫四邑。咁四邑咧就以台山為主啊，台山嗰種味道咧就即係一個咧，台山嘅種口味領四邑之先啊。咁肇慶咧都係跟住珠三角嗰一帶走去嘅啫。咁當然肇慶又有肇慶嘅特色，肇慶飲食嘅特色咧就係好似果蒸，就唔係叫做果。珠三角啲人叫果蒸粽，但係肇慶本地人就冇個粽字嘅，佢唔認同個粽字，就叫做果蒸。係啊，果蒸係古漢語嚟㗎嘛。果蒸咁咧，佢相傳千幾年歷史啊。咁至於佢個來歷咧，就又話係當年包公嚟到肇慶，嗰啲係吹水嘅啫。嗰啲唔好理嘅，完全吹水。吹水係嘛？好啦，咁仲有一個咧，下四虎，即係陰廉雷瓊，呢個就亦係屬於廣東嘅。廣東以前包括咗陰廉雷瓊，即係而家欽州啊廣西啦，瓊州海南啦，咁陰廉雷瓊咧，佢嗰個飲食咧有佢哋嘅特色嘅。咁其實陰廉雷瓊咧就係以乜嘢咧？以廉州為主，以廉州即係現在廣東嘅即係雷州半島北邊嘅嗰個廉州啊。因為嘅廉州點解佢為主？佢哋嘅文化最發達，所以佢哋個飲食又係可以講領先咧。咁一路傳開去。瓊州咧就係因為有好多係去咗南洋嗰啲華僑吸收咗好多英國飲食文化、南洋嘅飲食文化翻嚟，所以瓊州到現時瓊州已經係有佢嘅特色啦，就係南洋飲食文化。即係同時瓊州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因為50-60年代喺印尼啊同埋菲律賓啊好多排華，翻咗好多華僑，嗰啲華裔嘅人啊翻咗嚟咧就喺海南嗰度落腳，咁將南洋嘅飲食文化帶咗翻嚟瓊州，所以現在海南嘅飲食文化咧有好大嘅南洋風格。咁其實海南佢已經係即係自成一體㗎啦。自成一體啦，已經係。你唔可以叫佢話佢係粵菜嚟㗎。現在已經唔係粵菜啦。以前就係有啲粵菜嘅，影響，有粵菜影響，係啦。咁就即係粵菜嘅話，就即係大部分都係差唔多咯，即係相同，但係就有啲細微區別。即係唔同地區咯。唔同地區，比如講順德順德嘅味道同番禺嘅味道，順德人咧比較少食狗肉，番禺人好中意食狗肉。喺抗戰後嘅一段歷史裏邊咧，番禺嗰啲香肉店咧就遍佈番禺嘅。嗰個咩蝦球傳裏邊都有記載㗎啦。即係食材上會有啲唔同咯。有啲唔同嘅區別。我就覺得珠三角即係南番順一帶咧，就係食淡水魚比較多。咁好似四邑嗰帶咧，就會偏向於海鮮多啲。呢度係真嘅。南番順咧，因為你話佢離海近，佢又近；離海遠，即係以前嘅運輸條件，人哋汽車都冇嘅，係嘛？靠部牛車，靠人擔嘅咁。咁咧，佢相對嚟講離海邊遠啲。咁四邑咧。台開新茵咧就基本都好近海邊，而且好多人咧就係漁民嚟嘅，尤其是台山、開平呢兩個縣就係海邊縣，好多就係漁民，咁漁民就梗係食海鮮啦，
再加上佢哋嗰度嘅土地比較貧瘠，比較貧瘠，佢冇珠三角嘅土地咁富沃嘅，即係咁肥沃嘅，所以就要食海鮮。有好多就食海鮮啦。咁仲有即係羅廣肇啦，即係珠三角珠三角西北西部角一帶啦。佢哋就係以食山珍比較多啲，食山珍。咁好似嗱，好出名嘅廣陵竹蟲，又叫廣陵竹炊，即係實際係竹嘅蟲，竹嘅寄生蟲啊。咁呢啲係珍品嚟嘅喎。竹蟲好食㗎。好食啊，珍品嚟㗎嗰啲。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興起咗食昆蟲、食蟻啊。咁我都喺屈南食過黑蟻，其實黑蟻都幾好食㗎。係啊，蟻。仲有咧就食蠍子，炸蠍子，炸蠍子又好好食嘅。佢將蠍子嗰條尾嗰條針剪咗去，咁成隻蠍子進行椒鹽咁樣嘅做法，好鮮甜嘅。咁即係呢個就係大概，如果係粵菜嚟講，佢細微區別就係跟佢嗰個當地用嘅食材嘅一啲唔同。冇錯啦，實際粵菜嘅細微區別咧，好大嘅程度就係就地取材。某一個地區，比如講好似羅雲新呢一帶咧，就比較中意，佢係好多食淡水魚嘅。羅雲新都係有淡水魚食，因為佢嗰度好多啲山塘，用啲山塘嚟養魚。廣四淮咧嗰啲地方咧，因為佢係山多咧有樹林啦，有竹林啦，就食山珍多啲。廣陵食筍，又係廣陵啲筍好靚㗎，廣陵啲筍好靚，尤其是好似啲筍蝦係嘛，咁好似嗰個清遠咁樣係嘛，清遠嘅筍亦都好有名嘅。當年孫中山係咪食咗筍蝦炆豬肉？問佢咩名係嘛，咁係嘛？佢話呢啲叫做東坡菜咁，不過蘇東坡搬埋出嚟嘅嘛，叫東坡菜咁。取蘇東坡嗰個咩？無粥令人俗啊，無肉令人瘦啊嘛，最好餐筍炒肉啊嘛，咁呢個叫東坡菜啦咁。好啦，咁就差唔多啦，咁基本上就係咁多問題啦。OK，搞掂。搞掂。好。好。